连着3天，我都梦见有人给我灌辣油喝，那东西又烫又恶心，醒来后我嗓子都是哑的。第4天，我实在忍不住了，上网发帖求助。点赞最高的一条评论说：辣水封嘴，这是怕你下去告冤状呢。可问题是，楼主你现在还活着吧？刚从校医室买了治嗓子疼的药回来，我就发现这条帖子火了，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楼主还活着吗？妈呀，该不会是地府通网了吧？楼主快出来证实一下你是活人！我看得一脸懵。我就早上起来发了个求助帖，问梦见被人灌辣油喝是什么意思，周公解梦搜不出来，这怎么半上午功夫还被怀疑是不是活人了呢？点进去一看，评论区被顶上第一的是一个名叫某某的粉色头像，辣水封嘴，楼主你这是知道了什么不该知道的，有东西怕你下去告状呢。不过活人是下不去的，对方这么做这不是多此一举吗？除非楼主你已经……我赶紧点个关注，顺便在评论区回复他，我当然是活人啊，大哥你话说完，我就一普通女大，哪来什么不该知道的秘密啊？等了半天他也没出现，围观的人倒是越来越多。楼主具体说说呗，你那梦到底是个啥情形，我们给你分析分析。对啊，楼主，也许我们帮不上什么忙，但添点乱还是没问题的。室友们都有课，这会儿寝室只有我一个人，想着自己待着也无聊，我索性在评论区又开了1楼。来了家人们，事情是这样的，3天前12月20日晚上，我突然梦见一个很久不联系的小学同学，这里就叫他小 A， 小 A 还是小时候的样子，梳着苹果头，背着一个小黄鸭书包。他来我们学校找我玩，玩一半却突然让我去他家喝喜酒，说今天是他结婚的日子。梦里我也没觉着不对劲，迷迷糊糊的就跟着去了。可等我进了他家门，却发现压根没有席面，在场坐着的宾客，每人面前都放着满满一盆蜡烛。他招呼我吃席，也给我端来一盆红白蜡烛。我说这玩意儿咋吃啊？然后他就不乐意了，又让我喝喜酒。我一看，杯子里面还飘着几节蜡烛芯呢。后来我就想走，结果几个宾客上来把我按住，给我灌喜酒喝，那压根不是酒，又烫又呛人，闻起来一股烧焦味儿，喝进嘴里黏糊糊的，特别恶心。我刚想叫小 A， 却发现他变成照片挂墙上了，然后我就醒了。评论区赶上直播了，大白天给我下一激灵，这你都不去看事儿？楼主你心也是大，盲猜一个小 A 已经去世了。楼主你该不是在这儿编小说吓我呢吧？因为你已经成功吓到我了。我翻了翻评论区，回复道：我是当事人，我更害怕呀。但是马上元旦了，辅导员不给提前批假，我出不去学校哭泣。我室友这几天除了上课，也都一直陪着我，但是防不住我晚上做梦啊。有人安慰我说，没事楼主，也许是你这段时间压力大，加上老想着这件事，才会梦到这些的。但也有人嘴毒毒的，楼主我不会安慰人那些一套一套的，我只会安慰你，大不了咱绳子一套。谢谢，有被安慰到。我看了一圈，心情稍微放松了些，继续讲道，我原本也以为这就是个普通的梦，没咋当回事。可谁知道第2天，也就是前天晚上，这梦他续上了，这次还是小 A， 他又来学校找我了。不过我这次长记性了，他怎么叫我出去我都不理他，然后我就正常上课，然后去食堂吃饭。结果这食堂他突然不卖饭了，每个打饭窗口上面都挂着什么婚嫁龙凤双烛宝蜡贡品雅斋祭祀用品香烛圆等，餐盘上也是清一色堆满各种蜡烛，看上去特别瘆人。我回头一看，才发现食堂里吃饭的和昨天吃席的好像是同一拨人，吓得我拔腿就要跑。可谁成想，食堂出口居然也变成打饭窗口了，上面正挂着宝蜡贡品雅斋几个字。打饭的阿姨和小 A 小时候长得特别像，她给我盛了满满一碗汤，非逼着我喝下。可想而知，那东西也不是汤，还是融化了的蜡油。这次我又被灌了一大口，挣扎了半天才醒来的。打字的时候，我又回想起那天的梦，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虽然已经快到中午，窗外的天看着有些阴沉，像是傍晚太阳快落山的样子。这个点，室友们也该下课了吧？寝室空空的，我突然有点害怕，只好往下翻翻有没有新的评论。楼主，谢谢你治好了我家空调不冷的毛病，现在我正盖着被子看手机。不是，你没查查这个小 A 吗？他肯定有问题啊。好恐怖，我没记错的话，香烛这些都是 X 吃的吧？楼主看上去像是被缠身了，赶快和家人说吧，别一个人扛着了。太好笑了，一群傻子听一个骗子讲故事。我回复，以上都是真实经历，不相信的话退出去就好，不必在这儿刷存在感。我爸妈都是无神论者，我和他们说的话，他们只会觉得我不务正业，胡思乱想，所以我想来这儿问问有没有懂这些的，能帮帮我吗？小 A 我真的很早就和他没联系了，他是人是鬼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已经问了另外几个小学同学，知不知道关于他的事，还有2个人没回我呢。有最新消息我在这里更新。嗓子突然发痒，我才想起刚开回来的药，取出来冲水喝了。这药有点呼嗓子，想到这儿我又加了一条。对了姐妹们，我从前天早上起来开始，嗓子就莫名其妙哑了，不知道和这个梦有没有关系啊？正当我打算把第3天的梦也发出来时，某某突然上线了，他只给我发了一条私信，却吓得我瞬间汗毛直立，别在帖子里讲了，他也能看到。我赶紧问他是小 A 吗？某某回关了我，不一定，但是你难道没听过白天不说梦，晚上不梳头吗？我
没，不一定是什么意思呀？难道还有别的东西吗 ？MO 哥，你能救我吗？我今晚还梦到怎么办？某某，你啥也不知道，我也没办法帮你呀。这样吧，你找把剪刀放枕头下面，记得不要塑料的。晚上睡觉时拿红线一头拴在上面，一头系在你自己手上。今晚再梦到的话，你就张开嘴，用剪刀在嘴唇中间假装剪几刀。起床以后，到有太阳的一面墙旁边，连念7遍夜梦不响，挂到西墙。太阳一出，化为吉祥。开口，谢谢大师。某某，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懂，就是经常听家里人说。不过你可千万别再往外发你梦见什么了，被那些东西看到了，可能会惹上更多麻烦。我悟了 ，MO 大师可以加个微信吗？某某，截图添加微信陈志生，这头刚加上微信，评论区催得更紧了。人呢？楼主你还安好吗？第3个梦是啥呀？你快说，我求你了。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说是老不说下面，然后他就没有下面了。我有点不好意思，姐妹们我还在，刚才咨询了大师，说梦的内容最好不发出来，不过他已经教给了我解决办法，等我今天晚上试验下，明早给大家反馈。评论区，什么狗屁大师？咋把我们的饭给扬了呢？楼主你别轻易相信那些人啊，有可能是骗财的。我正挨个回复安抚呢，身后吱呀一声，寝室的门开了，室友小敏和罗娜下课回来了。一上午课累死人了，庐山，你自己在寝室没出什么事吧？我摇摇头，暂时没事。对了，你们那有没有金属剪刀？小敏在她抽屉里翻了翻，递给我一把手掌大的铁剪子。你要这干嘛？对了，今天我们俩起得早就没叫你，你昨天晚上还有没有在梦见那些事？梦到了。我接过来，把上个礼拜过生日绑蛋糕盒的红线拴上去，边把刚才帖子内容和某某说的话告诉他们。可听完我的话，小敏却紧皱眉头。我不知道他教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但根据我老家那边的说法，口是阳气吐纳之处，剪刀是利器，剪的话会破了人的阳气。罗娜也点头道：是啊，珊珊，你别被网上的人带节奏，不都讲说破，怎么到他这儿还不能说了？不说出来，问题怎么解决？好像也有道理。你昨天晚上梦到什么了？这么害怕？要不今天晚上我和小敏轮流守着你？一想到这2天他俩没少为我的事操心，我有点不好意思。啊，不用了，明天你们不是还有早八吗？晚上先按他说的试验一下吧。至于昨晚的梦，听起来可能没那么吓人，但是他真实啊！我梦见我因为太害怕，就跑找导员，导员正在院楼开会，见我敲门就让我进去，可是里面除了他一个人也没有。他让我坐下，递给我一杯水，说马上过元旦了，院里发福利，让我去超市买些东西。可是我一看清单，又是那什么龙凤双竹1对，长明引鹿红竹2只，白氏斗竹3只，奇怪吧？我醒来以后，居然能清清楚楚记得上面写着的内容。我吓得转身就想跑，导员却突然指着我旁边的空座说：你们寝室不是有个空床位吗？正好我们院转来一个新同学，和你还是老朋友呢，你就负责把他领回去吧。我回头再看，小 A 就坐在我旁边冲我笑，可他一张嘴，嘴角就流出2道浓稠的白色蜡油来。我想大叫，却发现自己的嘴里好像塞了什么东西，黏糊糊的，粘得我张不开嘴。说到这儿，我身上更冷了，忍不住往上拉了拉衣领。最可怕的点在于，我昨晚睡前真的打算今天找导员来着。小敏和罗娜听完脸色也不好看，好半天才开口：那不然今晚就先按网上那人说的试试。晚上12点，我强撑着精神在帖子里和网友们聊天。评论区：楼主这是不敢睡觉，打算熬穿了。是啊，无奖竞抓，随机在评论区抓一个夜猫子来陪我。评论区：那我们来比赛讲鬼故事吧。我退群了。评论区：楼主我在某乎看过上千本恐怖小说，我有经验，这种情况一般谁都不可信。你说的那个大师，你周围人，甚至连这个帖子里的网友都可能想害你。我怎么感觉越聊越冷？看到这儿，我也确实有点害怕，就想拉开床帘看看小敏和罗娜睡了没。我们是上床下桌，透过一层布，下面好像有朦朦胧胧的光在闪。难道他俩还没上床？我又把帘子拉开大一点，探出脑袋往下看，光亮来自靠门的1号床下桌，那张没人的空床。我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黑暗中，一个女生背对着我坐在桌子前，与其说是坐，倒不如说是像扎马步一样在半蹲，因为她屁股底下根本没有凳子，而她面前一闪一闪的是正在跳动的烛光。她熟练地将融化后的蜡油倒进一个铁碗里，然后站起了身。我硬生生把尖叫堵在了嗓子里。只见她慢慢走向我的床位，抬头看了看，然后开始顺着我脚边扶梯往上爬。我闭着眼睛躺在床上，指尖都在颤抖，右手掌心里突然摸到一个硬硬的东西。剪刀。就在他爬上我床的一瞬间，我突然抱起，紧握剪刀朝他的方向胡乱扎去。可下一秒，我却突然在床上睁开了眼，耳边传来窸窸窣窣刷牙的声音。已经是早上7点了，我赶紧查看右手，却发现红线还绑在手腕上，但掌心里什么也没有。那把剪刀还好好的躺在我枕头底下。小敏和罗娜已经在洗手台洗漱，准备上课了。看来昨天晚上是在做梦。那昨晚我有没有被灌蜡油喝？
我看到的那个女生是小 A 吗？手机震动，某某陈志生发来一条消息。陈志生，醒了吗？昨晚睡得怎么样？我把昨晚的梦大致描述了下，最后还不忘拍个马屁。大师，你真的太牛了，剪刀救我狗命啊！陈志生的关注点却不在那个女生身上，反而有些急。什么？你没拿剪刀剪口吗？我没啊，昨晚好像没给我灌辣油封口，我为啥要剪？陈志生那边不说话了，可能突然有点什么事，10分钟后才回。知道了，不过你要记得，7天内如果被封住口，你就再也说不了话了。不光是你这个人，就连你死了以后魂魄到底下，也什么也说不出来，告不了状。而且等到第7天再想剪可就剪不开了。我被他说的一身鸡皮疙瘩。好吧，今晚要是再梦见，我一定记得剪。陈志生没再回话，我也不再追问，顺手点开了他的朋友圈。他的头像是卡通版一家3口，有点像网上子涵妈子涵爸那种。其中那个小女孩画得十分可爱，留着圆圆的苹果头。原来陈志生已经结婚生子了呀。他的朋友圈也十分简单，除了几条转发的省内政务通知，就只有一条一往情深深几许，配图一片青山。没看出来他还挺深情的。不过我注意到他转发的几条通知基本上都是有关 H 市的，和我还是老乡呢。我关掉陈志生的微信，在帖子里报了个平安。一阵尿意突然袭来，拉开帘子爬下床，小敏正好从洗漱间出来。庐山，你今天起这么早？他看到我，表情似乎有些奇怪。醒了，睡不着，先上个厕所。好，我们没吵到你吧？昨晚睡得怎么样呀？穿着一层睡衣有点冷，我急着进卫生间，挺好的。等我出来和你们说，昨天晚上我居然没梦到被灌蜡油，而是……我话没说完就停住了，因为我看到小敏的左手掌根处有2道似乎刚结不久的血痂。小敏没察觉到，笑着看着我问道：“儿是怎么啦？”我先上个厕所，我赶紧钻进去关上门。你们要是等不住就去上课吧，等你们回来我再讲，别再整迟到了。我故意在里面磨蹭好久，直到外面响起关门的声音。不是吧？还真让昨晚评论区那小子说准了？难道我晚上看见的那个熬蜡油的女鬼是小敏？不然她手上的伤哪来的？看上去好像和我那把剪刀刀口大小差不多。说起来，哪把剪刀还是她给我的呢？可要是小敏的话，她下手的机会可太多了。我们都大4了，用不着等4年才封我口吧？再说了，她也没做啥对不起我的事啊。想得脑子疼，我只好点开帖子，找到昨晚那个声称看了1000本恐怖文的姐妹。我私信姐妹，真的被你说准了，我室友好像也有问题。对方昵称花果山在桃母侯秒回啊！我这妖牛，小说真没白看啊。那你能不能想想，一般这种情况下主角该咋办？花果山在桃母侯，别急，我总结一下，你要镇静，千万别慌，然后等他们不在的时候找找线索。不在的时候，天赐良机，我赶紧从卫生间出来，悄悄溜到小敏桌子前，看能不能找出点什么不对劲的东西，比如蜡烛。小敏有点洁癖，东西从来不往桌面上摆，全都整整齐齐收在柜子上的几个盒子里，找起东西来也很容易。尽管寝室现在就我一个人，但我总有种做贼的感觉，蹑手蹑脚地挨个翻他的盒子，各种书、日常用品、简单的护肤品，还有一本相册。花果山在桃母侯，好东西啊！这可是小说里仅次于日记的线索大全，仔细看，认真看，瞪大眼睛打着手电筒的看。我主打一个听劝，立刻坐下来一页一页翻。这本相册只比手掌大点，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前一半差不多都是小敏小时候的照片，有她满月里光着屁股抓糖的，有周岁骑大马的，还有稍大一点时抱着另一个苹果头小孩的，等等。苹果头，我把照片取出来，发现后面写了一行小字：2006年4月11日于家中，顾敏和顾惜。顾惜，好熟悉的名字。我努力在记忆里搜寻，可怎么也想不起来他到底是谁。不过这次我学聪明了，先掏出手机拍个照，留着自己以后慢慢想。我又继续翻了翻，但后面的照片中，这个顾惜就没有再出现了。你有没有发现你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问题？合上相册，我把发现告诉在桃母侯，他突然打出这么一句话来：我啥？乐观吗？他不是，你这孩子藏不住话，啥都跟别人往外说。不过这也是你的好处，你长嘴了，自己脑子不够用的时候懂得问别人，而且你听劝。我谢谢你啊。所以呢？花果山在桃母侯，所以你问啊，你忘了顾惜是谁？那你就问啊，你问你妈，问你爸，问你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问你三舅奶二表姑，把你认识的人都问一圈不就行了？非得自己硬琢磨吗？你剩的时间很多吗？你是不是打算等到最后一刻，反派都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了，你再突然来个反转啊？我想起来顾惜是谁了。别骂了，我这就问。我妈顾惜，好熟悉的名字，算了，换一个。我姥姥什么顾惜？珊珊你在学校学习忙不忙？缺钱不？姥姥给你发200红包。我已领取红包，再换一个。一直问到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张子墨，才算问到点有用的。张子墨，顾惜，你不是前几天刚打电话问我的他的事吗？
我一头雾水，我啥时候问你他的事了？再说了，到底谁是顾惜呀？张子墨比我还懵逼，不是你打电话说你梦到他来学校找你，还什么他要结婚乱七八糟的吗？你还问我现在他是人是鬼？大哥这才几天你就忘了？顾惜是小 A。我突然意识到一件很可怕的事，自从这几天做梦以来，我对小 A 或者说顾惜的记忆越来越淡，甚至现在问起来，我就只能想起苹果头、小鸭子书包，还有就是他想方设法灌我喝辣油的事。至于他具体长什么样，做过什么事，和我曾经有什么交集，我现在压根一点也想不起来了。难道是接连几天的噩梦让我失去了对他的记忆？还是说，看来这个辣水封嘴大有文章啊？还是在陶母侯想得到位，他一针见血道，可能不光是字面意义上的封嘴，而是通过抹除记忆让你说不出来。但你这个室友就有趣了，顾敏和顾惜，这是两姐妹呀，这么久你都没发现吗？我想了想，还真没有。小敏很少和我们说她家里的事，除了过年也很少见她回家。至于小 A， 我和她从小交情不深，压根不知道她有个姐姐。但这么说的话，昨天晚上熬辣油的应该就是小敏了。但她为什么要封我的嘴？我和她妹妹根本不熟啊，想不明白。我只好问道，我现在应该继续装傻吗？小敏晚上该不会又要熬辣油了吧？花果山在陶母侯，实话说，我还没看到这种的小说。不过你应该同时提防着点那个某某，这种大师10个有9个都不是好人。等等，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发你看看，我把陈志生头像截了个图，连带着刚才拍的幼年顾惜一起发给了他。你看这个卡通小苹果头，像不像小时候的顾惜小 A？ 花果山在陶母侯，难道那个某某是你室友的爹？和在陶母侯商量了一下午，我决定陈志生和小敏各信一半，晚上连喝3杯咖啡，剪刀死不离手。我倒要看看小 A 这一家子到底想把我怎么着。直到11点熄灯前，小敏才一个人回到寝室。罗娜呢？我警觉地问道。她下午身体不舒服，先回家了。导员不是说元旦前1周不许请假吗？那就不知道了。小敏察觉到我的不对，但还是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你没事吧，庐山？昨天晚上的梦你还没给我讲呢。我却翻身拉上了床帘。没事，我有些累了，先睡觉吧。当晚，我照常打开帖子，通过在评论区和他们聊天来保持清醒。楼主，你已经2天没给我们讲你梦到什么了。楼主，我现在怀疑你是不是打字打错了，你想打的是辣油吧？我等安全度过7天，我再给大家讲哈。虽然陈志生的话值得怀疑，但我后来又在网上搜了搜，的确有不能随便讲梦的说法。据说是讲的时候，你周围的那些孤魂野鬼听到就会记下来，你说的越多，他们知道的就越多。你最害怕什么，讨厌什么，或是被什么伤害过，他们都能知道，慢慢的就会缠上你，不断给你制造负面情绪，从而消耗人的精气。更有甚者，能直接取代你。可我翻着翻着，却发现不对劲了。不知什么时候，帖子里最新发布了1楼来自我的内容。姐妹们，今天的梦来了，依旧很恐怖啊！我梦到我去参加社团活动，老师给我们点了奶茶，然后让我们轮流说自己快毕业了，最近有没有什么困扰。我就把这几天做的噩梦一五一十说给他们听。可等我刚讲完最后一个梦，却发现下面的同学们都不说话，只是低着头使劲吮吸着手里的奶茶。我呆住了，因为我手里拿着的那杯奶茶杯壁上居然凝结了。他们看出我的异常，抬起头来，阴恻恻地笑着问我，然后呢？你还梦到关于我们的什么事了？我的心瞬间坠入冰窟。别说我压根没发过这一条，这个梦我连做都没做过呀，可上面却确确实实显示是来自作者我，点进去也是我的主页。没等我删掉这条异常内容，手机突然发疯似的响个不停，后台涌来无数评论和私信。然后呢？你还梦到关于我们的什么事了？然后呢？你还梦到关于我们的什么事了？然后呢？你还梦到关于我们的什么事了？然后呢？然后呢？手机掉落在床板上。庐山，下面传来小敏的声音：“你别再装了，我知道你是谁。”我猛地睁开眼睛，一把抓起剪刀喊道：“顾惜是你妹妹吧？你们姐妹俩到底想干嘛？我什么时候得罪你们了吗？”庐山，你又做噩梦了。小敏的声音有些疲惫。你好好想想，你刚才是不是睡着了？我听到你那里传来动静，才把你叫醒的。我立马打开手机，发现刚才帖子里那条来自我的内容，以及后台那些私信果然都不见了。我还是又睡着了吗？那你也不对劲，别装了，我已经看到你和顾惜的合照了，你是她姐姐，为什么我最开始做噩梦问你的时候，你要装不认识？你们姐妹俩到底想要我干什么？对不起，透过床帘看去，小敏似乎很愧疚。我一开始的确想利用你。见我没说话，她索性坐了下来，慢慢道：“其实我比你和罗娜大3岁，是故意留了2集才和你做了室友。”庐山，也许你没有注意过，但你几乎每天都在做梦，而且醒来后每个细节都能记得清清楚楚。梦是小过身，你这样的人是天生的两接通，替我妹妹伸冤最合适不过。我听得云里雾里，但还是一肚子气。你妹妹有什么冤关我啥事？我爱做梦怎么了？什么两接通？我还全球通呢。你知道这么多，为啥不自己替她伸啊？可她却一点也不生气。我的确试过，
但我过不去。我也尝试过找神婆帮忙，但活人告阴状实在不可能，除非告状的人先过世。但是你不一样，庐山，我小时候就听小溪说，你经常给他们讲你做的梦，讲得绘声绘色。神婆说，像你这样的人，在梦里也能保持思想清晰，不会忘了要做的事要说的话，只要加以练习，有意控制，便可通过做梦下阴，以阴身前往阎罗殿，替我妹妹申冤告状。所以从大一我们住在一起开始，我就会每天问你梦到了什么，听你讲你做的梦，以此来增加你对梦境的记忆，以及在梦中保持意志清醒的能力。你在网上遇到的那个大师，有一点说的不错，白天说梦确实会降低自己阳气，我也能趁机了解更多你的深层信息。对不起，这点我向你道歉。我有点哭笑不得。好吧，那顾惜到底怎么了？需要申什么冤？小敏深吸口气，似乎在努力控制情绪，好半天才开口道：小溪上高一的时候，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个男人，那人是搞装修的，手里似乎有点钱，对他很阔气，没多久就哄得小溪辍学跑去找他。我和我爸妈在学校附近找了他半个月，甚至环报了失踪，但一直都没有找到他的下落。直到第2年，小溪突然在微信上联系了我，说很害怕，问我能不能去接他，但是先不要告诉爸妈。我也怕我爸妈一急，见面吵起来，只好先一个人按照他给的定位去找，在隔壁县镇边上的一栋自建楼里。我看见他的时候，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溪怀孕了，但她怀的绝对不是人，她的肚子大的下坠，肚脐都快要落在膝盖上，眼眶乌黑，整个人浮肿的厉害。她看见我坐在门边，激动的呜呜叫，我这才知道我妹妹已经不会说话了。我又气又难过，就要带她走，可她却指指1楼大厅里供着的一个黑身娃娃，又指了指自己的肚子，在手机上打出姐姐我走不了了的字。我一开始还没理解她的意思，心想大不了我报警，人我是一定要带走的，拉着她就要往外走。可她的脚一踏过门槛，小溪就倒在地上，捂着肚子来回打滚，整个脸都涨成猪肝色，看上去痛苦极了。我后来才知道，姓陈的那个王八蛋早年去南阳请了小鬼，居然就养在我妹妹肚子里。等我找到懂行的人去接她时，我妹妹已经被那小鬼和姓陈的给折腾死了。最可气的是，法医鉴定我妹妹是难产死亡，我不服气，告那姓陈的诱拐强奸并拘禁未成年人，可他们却说我妹妹是自愿的，而且怀孕时已满18周岁，姓陈的只是收留了走失的她。我以为就算法律制裁不了她，她也一定会有报应，可找神婆问了米才知道，我妹妹在下面也依然说不了话，告不了状，那个畜生不知道用了什么歪门邪道，封了我妹妹的口。我原本打算等时机才成熟一些，就把真相都告诉你的，但是几天前你突然告诉我那个辣水风口的梦，我就知道一定是他们搞的鬼，但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只好用神婆教我的办法来让你说破。我将信将疑地问道：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我梦里的那个顾惜是那个男人派来的，他为什么会帮他封我的口？那不是我妹妹。小敏立马打断我，她是小溪生出来的，所以有她的脸，但她明显知道的不多，只能给你一些基础的特征和回忆，所以你看到的一直都是小时候的小溪。那你手上的伤呢？我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个熬蜡油的女鬼，我划伤了她的手，可你为什么也会出现伤口？这个吗？她伸出手来，示意我拉开床帘看，你仔细看看，这不是剪刀划的，是尖指甲。我犹豫了下，还是拉开了床帘。小敏的手腕上有3道很明显结痂的伤痕，边缘有些发黑，但仔细看时，又像是被猫或者什么尖锐的利爪抓伤的。昨天晚上我也看到她了。小敏见我没怀疑，继续道：我看到他爬上了你的床，但你依旧一动不动地睡着，我一着急就上去抓他的脚，谁知道他一回头，给我手上留下来这几道伤。好吧，虽然一时找不到什么怀疑的理由，但我还是决定先问问在逃母猴的看法。什么？花果山在逃母猴还没睡，他就这么和你交底了？我也很无奈。是啊，花果山在逃母猴，果然真诚就是必杀技啊，我竟也一时看不出什么问题。我倒是发现一个问题。花果山在逃母猴，准奏。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大师？花果山在逃母猴，记得呀，粉色头像某某子涵爸，卡通苹果头的爹，我误了他，就是你室友说的那个姓陈的男人。那问题来了，辣水封口的是他，那为什么在我帖子里提醒我的也是他？花果山在逃母猴，问得好，这次轮你动脑筋吧，这个以前作者没讲。我思考半天，还真让我想出点东西来。问题还是出在帖子上，他想派小鬼来用蜡水封我的口，让我忘记小 A 的事，并且像他一样再也不能说话。可他没想到，我不仅每天把梦讲给我室友，还发了帖子说这事，而且这帖子还火了，用不了多久，肯定有内行人出来指点。那不如索性就由他扮演这个角色。他立马让我闭嘴，别再讲了，这算不算也是一种封口？花果山在逃母猴，孺子可教。而且我刚才问了一个看过1万本恐怖小说的基友，他说姓陈的教你那什么剪口开口，压根就是他胡说的，那个叫做剪舌比蜡水封口还邪门，幸亏你小子没听他的呀。我一阵后怕，而且我室友应该也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无辜。花果山在逃母猴，约我除了他自己说的想要更了解我，练习记梦控梦来帮他妹妹申冤这点，
可是白天说梦不是容易引周围灵体来偷听吗？如果我身边聚集的都是这些阴气重的，我阳气不就弱了？怪不得这几年我抵抗力这么低，动不动就阳。还有他说的什么做梦就是小过身，别以为我不知道过身就是死了，阳气弱了可不就容易嘎。我到时候一个梦真过去了，你说这个身子给谁？至于深渊的事，等我真的下去了再说吧，或者我把这个发在帖子里，看谁有办法替他下去一趟。花果山在讨母猴，好，怪不得你能活呢。不过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我想了想，既然他们都没安好心，那就谁也不听。想想假如一开始没遇到他们的话，我会怎么做？我没再做过关于蜡水风口的梦，可能是因为我把知道的都以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而且第一天阅读量就破了10万，陈志生觉得封不住了吧。小敏还是时不时会问我，庐山，你今天梦到什么了？我就会乐呵呵地告诉他，梦见当总统，梦见开飞机。不过我还是把剩下几次关于蜡水风口的梦更新在了帖子里，但以防万一，内容上做了一些改动。评论区小火一把后，不少人问我，楼主，你咋不听那大师的话，继续保密了呢？我回复，不知道如何应对黑暗的话，就把它放在光下吧。评论区看不懂，说人话。我啥都告诉你们了，如果我出事的话，一定要为我发声啊，保命狗头。